爱泼斯坦案件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和令人震惊的性丑闻之一。这场丑闻牵涉超过150名受害者，年龄最小仅有14岁。一个曾经屹立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男人，他不仅践踏法律，漠视公平正义。这起丑闻时间横跨10多年，在即将面临审判的前夕，他却以离奇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家好，我是 West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爱泼斯坦，全名杰弗里·爱德华·爱泼斯坦，出生于1953年1月20日，美国金融家、亿万富豪。他与各类社会名流和政治权贵人物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英国皇室安德鲁皇子，以及早已锒铛入狱的好莱坞电影大亨哈维·韦恩斯坦。杰弗里·爱泼斯坦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家，拥有庞大的精英社交圈子，并且极具权势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他对法律和道德规范充满轻视，在多年的种种劣迹中，可窥见他展现出一种对他人权益的漠视，为谋取自身私利，不惜将无辜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不顾他人的权益和尊严。综合而言，爱泼斯坦就是一个道德败坏、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在权力、金钱和社交关系中的滥用，将他对正义和公正的漠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他也是在册性罪犯，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性侵少女罪犯。多年来引诱与运送数十名未成年少女到他的私宅，总是按摩甚至被强暴，其中最年轻的女孩只有14岁。他的女友格西莱恩·马克斯威尔也是他的同伙。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马克斯威尔是英国社交名人和企业家，她是前英国出版大亨罗伯特·麦克斯威尔的女儿。麦克斯威尔是爱泼斯坦社交圈中的关键人物，被指控在其性交易活动中发挥了重要角色。他被指控涉嫌造物和运送未成年少女参与性交易，并对联邦调查提供虚假证词。2021年12月29日，他被判5项罪名成立，其中1项就包括贩卖儿童。2022年6月，他在纽约一间法院被判处20年监禁。2019年，爱泼斯坦因涉嫌卷入组织性交易而被拘留，然而在接受审判之前，突然离奇自杀了。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爱泼斯坦早年的职业生涯。在1973年到1975年期间，杰弗里·爱泼斯坦通过伪造学历，在曼哈顿道尔顿学院担任物理学和微积分教师。后来他在1976年成为了贝尔斯登公司的交易员，专注于为高净值人士提供税务建议。但凭借着本身过硬的知识本领，在金融领域取得成功后，于1980年成为了贝尔斯登公司的有限合伙人。在1982年，爱泼斯坦凭借之前在金融领域的成功和累积的人脉关系为基础，成立了自己的财务管理公司杰弗里·爱泼斯坦公司。公司所管理的客户资产净值超过10亿美元。1996年，爱泼斯坦将自己的公司改名为金融信托公司，并基于税收优惠原因，将公司迁往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岛。爱泼斯坦于1998年购买了小圣詹姆斯岛，并一直拥有该岛，直到2019年自杀身亡。这里是爱泼斯坦的主要住所，也是爱泼斯坦经常用来接待名流和权贵的地点。岛屿位于美属维京群岛，但它有一个更臭名昭著的名称——萝莉岛。这座占地72英亩的岛上有70名员工和几栋别墅、图书馆、电影院、
独立浴室和小屋，甚至还有一个放养红鹤的泻湖。为了方便接送来往的贵宾，还修建了一个直升机停机坪。杰佛里·爱泼斯坦拥有一架私人飞机，并经常使用，通常都是与他接待的贵宾一同乘搭。这架私人飞机被媒体嘲讽为洛丽塔航班。这座岛也是爱泼斯坦及其同伙涉嫌利用未成年女孩进行性剥削的众多地点之一。其他地点包括爱泼斯坦在曼哈顿的家和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尽管爱泼斯坦曾向美属维京群岛的政府官员和学校提供了大量的捐款，但是人们表示他在该地区的声誉并不好。当地人对爱泼斯坦的小圣詹姆斯岛起了别的外号——萝莉岛和恋童癖岛。案件发生后，鉴于媒体的关注，游客数量增加了很多。位于萝莉岛附近的圣托马斯岛上的一家游船旅行社的老板也告诉记者，过去几周他看到爱泼斯岛岛上航行的船的数量大幅增加，过去可没什么人关注。一位圣托马斯游客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道：“我承认这很令人沮丧，但是我想看看撒旦住在哪里。”看到这里自然会让人想到，爱泼斯岛上不是还有70名员工吗？他们为什么没有出来指认爱泼斯坦的罪行呢？这次不得不提后来检察官提到了所谓的非劫式协议和爱泼斯坦的诠释。这里解释一下非劫式协议 MDA， 相当于一种保密协议，其中一方要求另一方在特定情况下保守秘密，不得公开相关信息。在爱泼斯坦案中，工作人员一旦签署了这种协议并违反 MDA， 可能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每一个进入小岛工作的员工都被迫签署保密协议，不能向执法机构或者其他人透露岛上发生的事情。更离谱的是，即便在爱泼斯坦死后，这些保密协议居然还在继续生效。2024年1月4日，美国法官公布了长达900多页的文件中揭示了爱泼斯坦庞大规模的精英圈子，遍布全球的名人、富人和权势网络，而他自己作为精英圈子的中间人，利用手中的信息和资源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随着大批文件的公布与爱泼斯坦案情的曝光，不少相关人员因过去与爱泼斯坦来往密切而名誉受损，诸如英国安德鲁王子和巴克莱银行前执行长史黛利，以及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甚至有传闻比尔·盖茨与妻子梅琳达离婚导火线就是因为比尔·盖茨和爱泼斯坦在2011年至2013年间曾多次会面，过于紧密的关系。其中安德鲁王子被指控与爱泼斯坦案件的受害者维珍妮莎·吉佛尼发生性关系，而他当时还未成年。吉佛尼在法庭文件和采访中声称，爱泼斯坦和其女友麦克斯威尔迫使他与安德鲁王子发生性关系。因为事关英国皇室问题，此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安德鲁王子对这些指控坚决否认，并表示自己与吉佛尼没有发生性行为。在2019年 BBC 的一次采访中，安德鲁王子的回应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他表示自己并不记得与吉佛尼的相遇，即使当时的主持人向他展示了他和受害者吉佛尼的合照，他却表示不记得什么时候拍的，对这件事情不予回应。还表示在瑞典期间由于患有疾病，他无法出汗，这成为了他辨认事件真伪的关键因素。他的回应遭到了批评，一些人认为他的辩解不够令人信服，也对其缺乏对受害者的同情和理解表示不满。随后英国王室就此事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强调王室成员不会在公共场合发表评论，也没有就个别成员的私人事务发表评论的传统。英国皇室没有公开谴责或者辩护安德鲁王子的立场，感觉给人的意思就是，我们大
大概知道安德鲁王子做过的事情，我们也感到很羞愧。但是既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暂时不承认，或者等以后找机会和当事人和解吧。此后，安德鲁王子被迫退出王室的公共场合，不再履行与王室相关的公务。案件的发展使得安德鲁王子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中，对英国王室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他政界名流比如特朗普，在2002年谈及爱泼斯坦的时候说道：“我认识杰弗里15年了，很棒的家伙，和他在一起很愉快。他甚至像我一样喜欢漂亮的女人，其中很多还是很年轻那种。”这句话或许说明特朗普总统对爱泼斯坦的肮脏爱好早有所闻，或许碍于情面和缺乏证据而没有公之于众。虽然特朗普总统也曾经发生过桃色新闻，但起码这件事情上还是守住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那么爱泼斯坦到底有多么不择手段呢？为了获得财富、权力和名望，他通过劝诱甚至强迫数十名未成年少女在他的曼哈顿豪宅、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以及罗利岛的住处，为他和政商界名流提供肮脏的服务，让数十名无辜的未成年少女陷入了深不见底的噩梦。通过与权势人物建立紧密的联系，为他带来大量的商业和社交领域的机会和资源。这种社交不仅让他的事业狂飙，个人名下的财务管理公司因为名流权贵带来的业务赚得盆满钵满。截就2019年被捕时，他的财产总值约有 5.78 亿美元。为什么爱泼斯坦之前一直能逃过法律的惩罚呢？践踏公平正义，凌驾于法律之上，用来形容爱泼斯坦再准确不过了。杰弗里·爱泼斯坦在面对法律指控时，雇佣了一支强大的律师团队，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他的律师团队由一些知名的法律专业人士组成，他们致力于采取各种法律手段来为爱泼斯坦进行辩护。其中一位主要辩护律师是肯·斯塔尔，他曾担任特别检察官，主导了克林顿总统弹劾案。此外，还有杰拉尔德·莱科特和阿伦·德肖维茨等知名律师加入了爱泼斯坦的辩护团队。这支律师团队试图采用各种法律手段，包括争议激烈的认罪协议，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爱泼斯坦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后来，他们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使爱泼斯坦避免了更严重的刑罚，并缓解了他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虽然站在律师的角度为客户争取利益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举动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爱泼斯坦这种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大人物，利用金钱和权势在法律面前享有特权。他们能够通过雇佣昂贵的律师团队来规避正义，而一般人可无法享受到相同的待遇。大众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即最富有的人可以用他们的资源换取法律上的优势，从而减轻他们可能面临的后果，也会使人们质疑法政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导致社会对权力和财富阶层更加不信任，加深负面看法。同时，与权势人物的交情也为他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伞和协助，让他在遇上麻烦之后更容易逃脱法律责任，为他提供了一些豁免权，让他能够轻松逃避一些负面影响，甚至派人威胁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员和私家侦探。比如在2005年和2008年的2次检控中，爱泼斯坦动用人脉和钱财，将法律责任降到最有利于自己，进一步体现了爱泼斯坦对于公平正义的漠视。2005年，有一名佛罗里达州的女性走进了棕榈滩警察局，她声称自己14岁的继女被一名年纪稍大的女孩带到了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住所。据说这名年轻的女孩被支付了300美元，
表演了一场不堪入目的脱衣舞，以及为爱泼斯坦进行了按摩。这个报案引起了警方长达11个月的秘密调查，甚至引入了 FBI 的介入。他们发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照片、证词，表明有一些女性在爱泼斯坦的住所内被迫参与了不法行为，其中一部分甚至未满18岁。后来警方将调查结果总汇成一份长达53页的联邦法院起诉书，但是时任佛罗里达州的检察官亚历山大·阿科塔斯和爱泼斯坦的律师团队达成了一份认罪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只要爱泼斯坦承认自己的一些不法行为，就可以豁免所有的联邦刑事指控。阿科斯坦因为对爱泼斯坦当时过于宽大处理，面临舆论的巨大压力，并于2019年7月12日宣布辞职。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经提名阿科斯塔出任美国劳工部长。回到案件中，为了避免可能的牢狱之灾，爱泼斯坦同意认罪，注册成为性罪犯。额外的代价仅仅是支付赔偿款给30名受害者，而作为交换条件，联邦政府同意不再深入调查，将所有相关文件和证据封存，不再追究爱泼斯坦的责任。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吗？当时爱泼斯坦的认罪协议引起了广泛的公愤和质疑，人们对协议的内容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对权势人物特殊照顾的表现，而不是对他犯下罪行的真正惩罚。2008年，爱泼斯坦因教唆未成年少女卖淫被定罪，受害者多达数十人。但凭借他在政商界丰富的人脉，以及在美国法学权威德绍维奇等人的庇护之下，仅被轻判18个月有期徒刑。与佛罗里达州其他因性罪行而被判刑的罪犯不同，爱泼斯坦并未像他们一样被关押在州立监狱的牢房里，相反，他被送往位于棕榈滩的一家设有围栏的私人机构。说白了，就是爱泼斯坦每天换个地方对度假睡觉罢了。而且在服刑期间，他享受特殊待遇，他能够安排自己的服刑生活，每周有6天可以离开监狱超过半天。这就意味着在服刑期间，爱泼斯坦每天可以在监狱外度过12个小时，甚至到自家的办公室上班。就跟当年哥伦比亚前大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一样，而且他还可以随意进出监狱。这么看来，爱泼斯坦靠人脉真为他获得不少好处，祸害了这么多人，却仅仅获得了18个月轻判，让爱泼斯坦之后继续逍遥法外。透过暗箱操作，使得整个案件由始至终都没有获得大众足够的关注，几乎死死压在台面之下。爱泼斯坦与名流权贵们背后隐藏的利益输送等各种无法见光的不法勾当，也随着爱泼斯坦的死去而扑朔迷离。当然，按照爱泼斯坦狡猾的个性，怎么可能仅仅是为名流权贵们单纯的提供服务呢？根据国际财经时报报道，在2006年的诉讼文件显示，爱泼斯坦在自己多处住所偷偷安装了许多隐藏的摄像机，并以摄像机拍下名人与未成年少女的性活动，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例如敲诈勒索。据称，爱泼斯坦将少女出租给权贵，并让他们交往，以此获得可以勒索的把柄。这种精明且不可告人的举动，说明他对权谋和控制得心应手，对于权谋博弈有着深刻理解，狡黠且老谋深算，不禁让人想起了《权力的游戏》里的小指头。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最终都因为过于高估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死于非命，并且这也可能是导致爱泼斯坦后来戏剧性死亡的原因之一。2019年7月6日，爱泼斯坦再次因涉及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州的未成年人性交易案而被捕。同年，
，MeToo 运动蔓延全球。这次他被关押在一间以资金短缺而闻名的纽约州联邦监狱——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这所监狱的员工称，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监狱停止雇用新员工来缩减预算，导致狱警短缺。许多员工是超时工作，每周要上班70到80小时，因此也给了有心人士操作的空间。而爱泼斯坦被关押在此，似乎也是有人暗箱操作的安排。既然爱泼斯坦曾企图在狱中自杀，因为他声称有人想要杀害他，其后被安置在有自杀监视的囚室内。但很快案件再次迎来巨变。2019年8月10日，爱泼斯坦在受到监视的监狱中死亡。在他死前，监视模式突然被解除了。而在他死前的几天，与他同一囚室的狱友居然同时巧合地被调离。之后官方对于爱泼斯坦的死因给出说法是自杀，但根据后来的尸检发现，爱泼斯坦的颈部有多处骨裂。引用法医专家的原话表示，类似的骨裂可能出现在自缢身亡、年纪较大的人身上，但他们在被勒死的人身上更为常见。据报，调查爱泼斯坦之死的小组还会检视监狱走廊的监视录像，检验他体内是否有毒物，以及审问监狱狱警及其他囚犯。但不巧的是，狱警当时刚好睡着了，摄像头也刚好坏了，一切看起来实在过于机缘巧合了。爱泼斯坦的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值班警卫后来被指控多项伪造记录罪，大众纷纷指责联邦监狱局疏忽职守。一些立法者呼吁改革联邦监狱系统。作为回应，该拘留设施的2名狱警便遭到停职，狱长被暂时调离到另一个监狱。看起来太多人想让爱泼斯坦死了。他掌握了太多商界领袖、政要大人物和名人的秘密。随着爱泼斯坦的逝世，关于他的秘密和肮脏的交易的真相似乎永远埋没在沉寂的海底。在他死后，各种有关政治人物与爱泼斯坦关系的传言和阴谋论也纷纷浮出水面。尽管至今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任何的可能的谋杀，整个事件成为一个复杂的谜团，而许多受害者的故事或许也因此难以真相大白。这场丑闻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充斥着各种传言和猜测的情况下，真相仍然是模糊不清。美国 MSNBC 电视台的知名主播斯卡伯勒在推特上写道：一个男人手里握有足可摧毁权贵人生的信息，他在囚室中死了，多么容易预料的事情啊！在他死后的消息出来当天，立刻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最引人瞩目和热议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纷纷猜测克林顿夫妇以及特朗普与爱泼斯坦之死可能存在关联的可能性，尽管并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对于许多看过美剧《纸牌屋》的观众来说，爱泼斯坦的自杀成为一个戏剧性场景，充满权谋和复杂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了离奇死亡之谜。这一事件备受关注，有可能在美国总统选战中成为热门话题，甚至影响2020年大选的走向。整个情节扑朔迷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不仅一般的新闻读者，许多知名人物也对他的死做出了各种猜测。各种未经证实的谣言满天飞，谣言也层出不穷。另外，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他留下的5.78亿美元将交由1953信托基金保管，并且没有提及具体受益人。报道称，爱泼斯坦在死前2天对其遗产做了安排。由于这一通操作，
受害人诉求赔偿将变得更加困难。即使死到临头，爱泼斯坦依旧是那个道德败坏、唯利是图的人渣，对受害者毫无悔意。据遗书中显示，他还拥有价值逾3亿美元的股票，位于纽约、巴黎、佛罗里达等地的6处豪宅，以及价值超过1800万美元的飞机、汽车和游艇。爱泼斯坦是如何操控受害者的呢？在2002至2005年间，爱泼斯坦被指控支付金钱给未满18岁的女性，让他们和他进行性行为。据报，许多社会名流都曾是他安排与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的客户。曾经有受害者在受到侵害之后去警察局报警，得到的回复却是这不在他们管辖范围内，他们对此无计可施。即使后来转而向 FBI 求助，但也不了了之。这一年是1996年，很难想象这件事在2019年才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Netflix 就曾推出纪录片影集《杰弗里·爱泼斯坦：肮脏的财富》，通过9位愿意站出来指认的被害者共同揭露美国亿万富豪杰弗里·爱泼斯坦是如何引诱、性侵害及性贩卖未成年少女的恶行。在英国卫报的一份关于受害者证词的报道中，4名原告在曼哈顿联邦法院作证，描述了他们和爱泼斯坦以及他女友麦克斯威尔的故事。他们有的是因为爱泼斯坦说为他们提供奖学金，因此步入了爱泼斯坦的陷阱中，也有女孩是因为想赚钱，所以被骗去按摩了。有一对姐妹因为他提供的工作以及旅游的承诺而为他进行按摩，甚至他的女友麦克斯威尔还会主动出击，以英国名媛的身份帮爱泼斯坦诱骗女孩到他家给他进行按摩。这些年轻的受害者的共同点就是，许多都来自家庭破碎、经济弱势或者曾经遭受性暴力对待的背景，不谙世事，缺乏自我辨别意识，属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弱势群体。他们通常渴望能够赚取一些钱以维持生活，而爱泼斯坦总是精准地瞄准这类受害者，因为他知道这类的受害者会去揭发他的风险很低，容易操控，因此爱泼斯坦越发越大胆，毫无顾忌。根据受害者的证词，作为爱泼斯坦女友的麦克斯威尔也同时参与了爱泼斯坦的不当行为。麦克斯威尔还会安排他们与爱泼斯坦的约会，而这一切仅仅是麦克斯威尔努力满足爱泼斯坦病态的身体需求罢了。一般最开始，他们只是被要求进行简单的按摩，好让女孩们放下心理戒备，接着却被迫脱掉衣物，触摸自己或对方。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哪懂这么多，可能心里也想着工作拿钱办事，只好照办。然后爱泼斯坦再通过有意无意的身体接触，突破女孩们的心理防线，最后遭受强迫性侵犯，最后以200美元的报酬画下句号。这些受害者的心理防备就是这样被爱泼斯坦一步步突破，全程得心应手地操控女孩们，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于他来说早已轻车熟路。受害者中有一些女孩因此再也不敢前去，却也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有些女孩不得不继续按摩，深陷泥潭无法自拔。还有些女孩积极反抗，却被金钱所诱惑，因为只要带来一名愿意按摩的女孩，就能够赚取200美元的中介费。毕竟对于当时大部分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女孩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同时她利用财富、社会地位和名望，许下空头支票操控这些受害者，再以金钱诱惑他们。在爱泼斯坦身边过惯了奢华生活，想再脱离就没那么简单了。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还有关键一点就是，爱泼斯坦会引导这些女孩远离正常的社交圈，并以爱泼斯坦和他的女友为中心，
将这些女孩孤立于外界的信息之外，让她们无法进行正常的辨别，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精神操控手段了。其中就有当时14岁的科特尼，曾经是一名优秀学生的他，在8年级那一年，家庭遭遇不幸，妈妈药物成瘾，无法再照顾他。就在科特尼变成几乎孤儿般的生活状态时，遇到了爱泼斯坦。为了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科特尼开始给爱泼斯坦按摩。后续的事情就像以往一般，按摩、性骚扰、侵犯。只有14岁的科特尼由于涉世未深，并且生活陷于困境，再加上爱泼斯坦花言巧语的声称自己可以带给他更美好的生活，还让科特尼相信是他拯救了他的生命，以至于天真的科特尼一度相信爱泼斯坦是世界上最棒的人。后来还把更多的受害者带到了爱泼斯坦身边，直到几年后，警方找到了科特尼，并让他看到了一些受害者的证词，这才让他开始感到愧疚、羞耻、恶心。从受害者的证词里，我们不难发现，爱泼斯坦和他的女友麦克斯韦尔非常擅长精神操控。他会给这些不谙世事的受害者营造他本人拥有强大的权力手腕的形象，告诉他们评价爱泼斯坦的关系网，只要他愿意就能只手遮天，就算报警也不会得到正义的伸张。他会威胁伤害这些女孩们和他们的家人们。女孩们知道他没有说谎，因为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真的会通过强大的后台监控这些受害者一举一动和住址，并威胁伤害他们，甚至连受害者曾经向警方报案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可见多么的不择手段，以及其背后拥有的强大关系网。就拿其中一对受害者举例，法莫尔姐妹玛利亚和安妮。在发现了这对姐妹在1996年向警方报案称遭到爱泼斯坦的侵犯后，其女友麦克斯韦尔总能找到他们，即便使用了假名，每几个月就定期搬家，依然没能摆脱长年累月生活在恐惧之中。麦克斯韦尔威胁要毁掉他们的生活，以及送上各种各样明示暗示的生命威胁。同时在2003年，这对姐妹决定向名利场记者维奇沃德揭发爱泼斯坦的罪行，但就在记者完成了调查并就此事联系爱泼斯坦之后，却反被爱泼斯坦颠倒是非黑白，并动用强大的手段，让名利场主编把原本不利于爱泼斯坦的报道通篇改为了对他的夸赞。原来不择手段的爱泼斯坦通过威逼利诱杂志主编，让其不敢与之作对，无奈之下只能照做。当时已经怀孕的记者维奇沃德甚至收到了爱泼斯坦的威胁电话。法莫尔姐妹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2006年， FBI 掌握到了足够的证据，并向这对姐妹表示这次要把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彻底送进监狱。另外，爱泼斯坦还会威逼利诱女孩们，如果不乖乖合作，就会把他们的一些秘密和信息公布于众。这些女孩或许是参与爱泼斯坦的卑鄙肮脏勾当，或许是因为遭遇侵犯而觉得自己肮脏，进而感到羞耻。这里我引用作家李雨桐的一段话，他所说的脏是身体被他人强行抚摸与猥亵的脏，更是一种社会观感的脏。社会对强暴受害者的歧视与遗弃，好像有一种磨灭不掉的脏吸附在他们身上。就像其中一名受害者米歇尔说的那样，在那之前，我就像一朵盛开的花，而事情的发生就像有人摘起那朵花，连根拔起，丢到地上践踏。他觉得自己被严重糟蹋，他是个脏掉的人。这些脆弱的女孩来自于破碎的家庭，甚至人生过得极其不幸。在爱泼斯坦老奸巨猾、花言巧语、威逼利诱之下，就让他们自身变得更容易操控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受害者会相信爱泼斯坦，并加入到爱泼斯坦身边，甚至协助招募更多的女孩。最后我想说的是，
看完这个可怕的案例，确实让人心情沉重。看完受害者的证词以及对整个过程的分析，我希望你们能够对诸如爱泼斯坦的精神操控以及性侵犯有足够的认识。希望你们此生都不会遇到如此糟糕的事情。同时也凸显了社会上一个深层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弱势群体在面对剥削和性侵时遭遇到的种种难题令人痛心。我们鼓励受害者要勇敢站出来，揭示自己的遭遇，指证加害者，勇敢地寻求公平正义。这样的举动不仅是为了能引起社会的关注，也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重要手段。哪怕会遇到像爱泼斯坦这种有强硬后台的大人物，也不要妥协。毕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要相信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正义且有良知的。如果真的无法与之对抗，请您尽量远离。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人的努力，还需要整个社会齐心协力，一同改变社会上的不公。感谢您的观看，我是 Westy。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为我订阅、点赞、留言、分享，谢谢。